各位同学好。那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虚拟化技术容器与虚拟机器的介绍的第二部分。那在 Nias 的软体的容器这边，首先的话 ，Nias 的软体容器它是一个在 Nias 系统上面的话的建制与管理的软体容器。那将这个应用程式的部分打入了软体的容器里面的话就有含应用的软体的本身的程式，还有所需的作业系统里面的核心跟函式库。那 Nias 里面的话的软体容器里面的话有统一的命名空间，还有共用的 API 来分配不同的软体容器，还有它的硬体资源，来创造出应用程式里面的独立的萨箱执行的环境，那使得 Nias 的用户可以更容易建立、管理这个系统还有应用程式的部分。Nias 软体容器它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有一个 Postmas 的 VM， 它目前来讲的话已经到最新的版本然后呢，它可以使用 Nias 的一个软体容器的技术。那使用之前的版本可以使用那个它的 OpenRead 的部分的技术。那 Docker 的话呢，在 0.9 版之前的话都是用 Nias 的一个软体容器的部分。那在 0.9 版之后呢，它就不是唯一预设的一个执行环境了。那容器对比虚拟机的部分在探讨Nias 里面的容器跟虚拟机的部分的一个技术的差异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点的部分一个是它的使用资源的利用率的部分还有它的那个 Nias 里面的话，从容器的可以直接使用它的内核部分，那不需要有额外的核心来反增这个部分，然后有高效能部分，然后提供它的效率的部分，然后再来是运行成本。那 Nias 里面的话有运行它的成本几乎为零的资源然后那硬体的使用率会很高。再来是作业系统的话的那个兼容性的部分。那 Nias 里面的话有软体它的一个容器的部分它可以运行在 Nias 作业系统里面，然后限制它的范围。那虚拟机的话可以实行多个作业系统，那 Nias Windows。那在安全性的部分的话 ，Nias 的软体容器的话，安全性的会确保它的宿主的资源那这些高安全的需求的应用来说的话，可能不够充分的方式的话，可以让它透过虚拟机的话有更强的隔离安全的部分然后来适合高安全性的场景然后呢，再来是系统参数的部分的话，当我们建置这个 Nias 那个软体容器之后，系统的话参数是不需要轻易的去做调整的那可以更加的灵活去使用然后再来是启动速度这边的话呢 ，Nias 容器的部分启动速度是非常快的，它可能是几秒钟就可以去完成的，比虚拟机来讲的话，它还要数分钟，比较还要更有优势。然后在硬体使用资源里面的话呢，那 Nias 里面的话的软体容器的话，使用量的话更小，可能是几百 mega。但是虚拟机的部分的话，它可能要几 G 的空间。然后呢，在性能部分的话呢，在 Nias 容器里面的话它的性能跟原生的系统是没有额外的性能的损耗。那虚拟机的话，它是反正硬体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性能的损耗。然后呢，再来是系统的资源的数量部分的话，一般的话呢，一台机器上面的话它可以运行1000个容器但是虚拟机的话呢，它可能通常只能运行10几个而已所以相对的Nias 的那个软体容器的话，有更大的部署规模的应用。那在容器与虚拟机的一个相比较有的优势，那容器的启动的话可以是秒实现的，这个相比于虚拟机的部分是来得快很多。那其次的话，容器的那个资源使用率高，所以一台电脑上面的话可以运行1000个容器容器的运行的部分的话，可以直接使用电脑核心的资源不像虚拟机部分的话要消耗额外的资源所以它的应用性的话会更高一点。那这样的话呢，虚拟机的话依赖的是 CPU 跟硬体的部分。那硬体的个别的虚拟化的部分的话它有像容器部分的话，建置在作业系统上面，利用了作业系统里面的容器的技术。那容器的话，在虚拟在技术上面的运作的话，会更加的灵活有可移植性的部分。
那在虚拟机器的部分的话，有快照的保存的状态。那而容器的话的状态的话是保存在引用的版本的管理机制。所以呢，容器的快照的历程的版本的一一记录的话，切换的成本是比较低的。那在虚拟机器的部分的话，在建制那个建制系统的时候，有时候是较为复杂的，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容器的话，只要透过 Dockerfile 来建制整个容器的话，它的重启还有它的构建是速度比较快的。当然这是虚拟机器的部分的话，对比容器的话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然后呢，可以使用在不同的作业系统更核心。那容器的趋势里面的话，我们从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OpenStack 的话呢，在使用各个虚拟机器的部分的话的管理 ，OpenStack 的话的虚拟机的管理方案的话 ，Docker 它正在有逐渐的变成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这样一个调查报告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 KVM 的话依然是一个主要的选择，它的占比有86%。然后呢，也值得是注意的是，虽然目前来讲 Docker 的话使用率虽然不高，但是未来的成长部分它是有潜力是巨大的。那随着 Docker 里面跟其他容器的技术的比较不断的成熟，所以我们可以预计 OpenStack 的话在环境中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在容器的实际的应用中的局限，我们可以知道说 Linux 的软体容器它是基于 C Group。和其他的 Linux 核心的功能来讲的话，容器的客户端是 Linux 的环境。那相较于 KVM 的部分的话，它是有相对容器的隔离的欠缺的部分。那在网络管理方面的部分的话呢，容器的管理相对的是比较简单的，它基于 Mainspace 的去做隔离的部分。那再来是 C Group 部分的 CPU 跟 CPU set 的这个提供 CPU 的功能部分，相比 KVM 的话是难以配置的。这意味着高精度性的监控与资源的分配，容器是不如虚拟机来的精准跟容易管理的。那容器的话是随着使用者程序的停止销毁，使得容器的 log 部分的话，在用户的数据收集是比较不容易的。那在容器的安全上的一个潜在的问题。透过 Docker 部分的话，我们可以轻易的去下载第三方制作的那个影像档，那可以迅速的去完成不同的服务的安装跟部署。但是这些影像档部分来自于第三方的注册端的制作，放在 Docker 的 Hub 上面。那随着情况流行各个 Apple Store 一样的类似这样的感觉，但是 Docker Hub 的部分的话，它是没有检查它的一个内容的部分，所以在第三方制作的一个影像档里面的话，可能随时会插入一些恶意程式，那万一你无意采用的这个中间采用恶意程式的那个影像档的话，那个可能会对公司带来一定的风险。如何选择好的容器的影像档呢？可能对你来说呢，就是采用的 Docker 不仅是十分的危险，可能它意味着是全然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信任较高的影像档的部分的分享者，他有较小机会中招。例如我们可以透过 Docker 的官方可以寻找是比较著名有名的开发者来降低这个风险。那其他容器的话的安全性的问题呢？除了 Docker 的影像档本身的安全性以外的话，还有许多使用者对 Docker 部分有报答了一个很高的期望。那除此之外的话，希望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对 Docker 里面抱有很多错误的观念。那 Docker 里面的话，本身的 VM 跟 KVM 的特性，它拥有绝对的安全吗？所以我们会喜欢随意的下载不同上传者的一个影像档吗？甚至呢，这些恶意的程式的平台，那随着系统本身是绝对安全吗？我们乐意给予天王一般的 root 的权限。如果你在上面有这些想法的话，是高估了那个 Docker 的安全性。假如你要先入为主，认为 Docker 的话类似 VM 里面的话，它是一个独立性的，那就是会自认为 Docker 的话会有与世隔绝的环境。那恐怕这个时间还尚早。那为什么容器它不像虚拟机器般的那个安全呢？那其实虚拟机它不是
绝非是100%安全的，它也是需要攻破虚拟机的管理系统，那就可以使得所有的虚拟机器毁于一旦。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能够攻破嘛？那容器的部分的话，它的分割技术的话，它依赖的是 MainSpace 的部分的技术，那就意味着是 Docker 中的话，透过 MainSpace 的技术，然后使用相同的 PID 的部分，可以在不同的 MainSpace 中有一个独立的存在。然而的话，这些 MainSpace 的话，提供了一个这些的分割，但 Linux 里面的核心的话，本身并没有被这样分割。这样的设计的话，一旦存在的安全疑虑的话，所有的容器会共享的一个核心的话，会有一些疑虑的部分。那 KVM 的部分的话，同样有许多的动作需要透过 kernel 的处理，但这意味着是 VM 里面的 kernel， 那并非实体机器的 kernel， 而是万一出现问题的时候，最多只能影响到虚拟机的本身。那 Docker 的话，之所以不能像 KVM 一样的话，为沟通里面的核心的 kernel 的部分，与实体机的 kernel 一样，就是因为 Docker 是好用的，但是呢，请勿以为是有 VM 的特性。那我们如何看待容器呢？大家可以应把 Docker 当作是一个运行在 Linux 系统中的一个应用程式来看待。它只是一个应用本身的容器而已。所以因此呢，在权限上面的话，跟设计上面要确保应用上的态度，就是例如赋予的较低的权限啊，还有即使在容器中的话，我们要小心处理这个容器的权限，还有它执行动作，确保它的安全性。那在我们的结语这边的话呢，容器的技术主要面向的应用，最终是要建构 PaaS 的一个平台。那虚拟机器的部分的话呢，这个技术提供了灵活计算的一个计算的资源池，然后来建构这个 IaaS 的平台。因此容器不能完全取代 KVM 的部分的方案。那容器的话，技术可以适合在大规模的应用场景，通常是在集群啊，或者是分布式的大数据的计算的基础上面做进行的部署，还有运行的部分。但是呢，在目前来讲的话，这样一个任务随着自动化处理，尚无统一的一个标准跟框架。然后呢，要让 Docker 部分环境这个环境实际中发挥到最大的效能的部分，而且易于维护的话，我们通常要有一个成熟稳定的资源的编排的部分，让资源可以适宜调度，然后部署资源。然而这些的方面的话，尚无明显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大多数的话仍在摸索，然后建立自己的解决方案。以上是我们对虚拟主机基本的一个知识，还有容器与虚拟机的机器的一个介绍。谢谢。